你不必急着跨越困难，有时它正引导你回家。我们总被教导要坚强，要突破，要快点走出低谷，仿佛困难是一种错误，是我们不够好，不够快，不够积极的证明。所以你学会了与困难对抗，想办法解决它，忽略它，征服它，却很少有人告诉你，困难不一定是要被超越的，有时它只是来告诉你，你迷路了。困难的出现，不是阻止你前进，而是提醒你，你走得太快了，太远了，太久没有回来看看自己了。你可能已经习惯了牺牲、压抑、坚持、委屈。你以为那是成熟，其实那只是你忘了自己的模样。困难像一个突然倒下的路牌，挡住你惯性的路线，逼你停下来，回头看，问自己，我现在过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我还有在听自己的声音吗？我是不是忘了好好活着的感觉是什么？真正的痛苦不是困难本身，而是你在困难里不断对自己说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不该这么脆弱，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可是有没有可能，困难只是生命的一种慈悲，它不是要让你跌倒，是要你回家，回到内在，回到那个被你遗忘很久的小孩，回到那个早已疲惫但还在撑着的自己。当你停止对抗，停止评价，你才会发现，困难底下藏着你真正渴望的安慰。你会开始听见那个声音说，我只是好久没有被爱过了，我只是想要有人懂我，我只是想被允许，有时候软弱一点。这些声音从来不是障碍，它们是方向，是地图，是你遗落的灵魂碎片，在困难中等你回头接住它们。所以亲爱的，你不必急着跨越困难，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没事，你不需要完美应对，你只需要停下来，坐在那里，让困难带你靠近你自己。有时候，真正的勇敢，不是跨越，而是陪自己待在那里，哪怕只是静静地哭一场，哪怕只是告诉自己，我懂你现在真的很辛苦。因为当你愿意这样陪着自己，困难就不再只是困难，它变成一扇门，让你走进更深的自己，让你重新记起，你不是来打仗的，你是来活出真实的自己。愿你知道，你现在经历的一切，不是惩罚，不是停滞，不是错误，它只是邀请，邀请你放下战斗，邀请你回到内在的家，邀请你记得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爱的证明。内在宁静不是远离混乱，而是在混乱中找到自己。你以为平静是一种状态，是一个安静无声、情绪稳定、没有波动的时刻。你以为等到生活一切就绪，所有事情归位，你就能拥有安定、宁静与踏实。但你也发现了，外在再怎么安排好，心里还是可以乱；事情再怎么顺利，恐惧还是会突然袭来。那是因为，真正的宁静，从来不是来自于控制住生活的一切，而是你能不能，在一片混乱之中，不丢失自己。你可以慌张，但你不会忘了自己有呼吸。你可以难过，但你知道自己会陪着这份难过走过去。
你可以不知道答案，但你不再逼自己快点想清楚。这就是宁静。它不是平静无波，而是一种更深的信任感。一种即使什么都不确定，我还是可以是我的稳。我们以为要找到宁静，就得离开人群，躲开情绪，躲进一个干净、安静的空间。但其实，真正的功课不是逃避混乱，而是当你身处其中时，还能与自己的中心对齐。你不需要等情绪退去才开始安定，你可以在眼泪掉下的那一刻，就对自己说：我在，我陪你。你不需要等所有人都理解你、支持你，你只需要自己先不抛弃自己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发现那份稳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你自己生出来的，是你选择相信、选择安住、选择不再动摇的那一刻开始诞生的。你不再追求没有情绪的人生，因为你知道，真正的成熟，是你可以带着情绪也能活得温柔，是你可以一边感到混乱，一边选择对其内在。当你越来越熟悉这种状态，你会越来越自由，因为你不再需要依赖外在的安静来安抚内在的不安。你自己就是那份安定的来源。你会开始对生活有一种新的理解。你不再害怕波动，因为你知道每一次混乱都只是一段频率的调整。你不再紧张未知，因为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可以陪自己走过。你开始知道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抗拒、排除与否定，而是来自允许、拥抱与整合。内在宁静，不是你不再有情绪，而是你不再因情绪而迷失；不是你总是处在高频状态，而是你知道，在任何状态下，你都能选择爱自己。愿你在最乱的时刻也能安静下来，不为了改变什么，只是为了提醒自己，我还在这里，我还有力量，我还值得爱，哪怕现在一片混乱。因为真正的宁静，从不是外在多安静，而是你内在多真实的与自己同在。不要逼自己阳光，宇宙接住的是真实的你。你不需要总是笑着，不需要每次被问起最近好吗时都说很好啊，不需要在难过、混乱、疲惫的时候还强迫自己打起精神，装得没事，假装坚强。你不是为了成为谁的榜样而存在，你只是一个人，一个有情绪、有渴望、有高低起伏的灵魂。宇宙创造你，不是要你演出完美的版本，而是要你活出真实的你。我们从小被灌输要正向思考，要乐观以对，仿佛只有在高频里，愿望才会实现。只有开朗、积极，笑着面对一切，才会被认为是对宇宙、对平的好学生。但那不是完整的真相。如果你因为这样的信念，开始压抑悲伤，否定脆弱，批评自己为什么还会恐惧，那么你不但没有对其高频，你其实正远离了你的中心。真正的高频来自你与自己对齐，而不是你努力装成应该要有的样子。当你在悲伤时允许眼泪流下，当你在疲倦时让自己休息，当你不再逼自己表现得积极、聪明、有方向，而是轻轻地说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需要拥抱。这时的你，才是真正在与宇宙共振，因为宇宙不回应你的表演，
它回应你的震动，而你越真实，你的能量越清晰。你不是非得阳光，非得稳定，非得每一刻都看起来很强。你只需要在当下诚实的感受，在还没准备好微笑的时候，允许自己安静地在黑暗里待一会。那个时候的你，并没有失去吸引力法则的力量，你只是正在整合内在，你正在爱回那些你曾经忽略的自己，你正在为下一次的显化清理能量的通道。请你放心，宇宙从不嫌弃你低潮的样子，他没有说你要先快乐我才帮你，他反而说你愿意真实，我就能更靠近你。你可以选择温柔地对待低落，就像你会对一个哭泣的孩子说，没关系，你这样也很可爱。那样的自己是有光的，不是阳光的光，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真诚与坦然。愿你知道，你不需要总是光芒万丈，才值得被爱、被理解、被实现梦想。你只要是真实的你，就已经是宇宙最想接住的存在。当你学会照顾情绪，频率就自然改变。不是你要逼自己正向，也不是你要努力保持好心情，而是你开始明白，真正的能量转化不是来自于逃避情绪，而是你怎么看它，怎么陪它，怎么对待它。情绪不会因为你压抑而消失，它只会换个方式出现。也许是在你的关系里，也许是在你重复的剧本中，也许是在某个你以为自己早已跨过的痛里再次出现。它不是来找麻烦的，它是来告诉你，这里还有一块没有被照顾的自己。当你开始不再急着快点好起来，而是停下来问自己，你现在真的怎么了？我能不能先听你说，而不是要你闭嘴？那一刻，情绪开始被爱看见，频率也在无声无息中悄悄松动了。照顾情绪不是要你沉溺其中，而是你愿意与它共处。你不再把悲伤当成敌人，不再把愤怒当成错误，不再对恐惧说你不该在这里。你对他们说，你可以在，我在这里陪你。这样的你开始对其真正的力量，你不再需要靠假装来提高频率，你只需要诚实。越是能够照顾情绪的人，频率就越稳定，因为他们懂得爱自己所有的样子，不只是在状态很好的时候，也包含那些混乱、失控、没方向的时刻。真正的频率提升，不是靠强迫微笑或冥想几分钟，而是来自你每天怎么选择回应自己的情绪。你可以说，我现在需要一点空间。你可以说，我还不知道答案，但我不逼自己了。你可以说，我今天低落，但我知道这也会过去。这些话看似平凡，却是你灵魂在进化的证明，因为你正在成为一个对自己温柔的人，而这样的频率会自然而然地吸引来支持你、理解你、与你共振的现实。宇宙不需要你完美，它只是等待你开始照顾自己，开始不再忽略情绪，开始相信每一次愿意停下来听见内在，就是一次与爱的对齐。所以，你不用再急着提升频率，请先学会，不论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样子，你都可以是被温柔对待的。这份对待从你开始。
你就是你自己的疗愈场，也是你能量稳定的根本。并非所有努力都通往想要，有些只是更深入的迷失。你一直很努力，努力表现得成熟、懂事、有方向，努力让自己配得上爱、金钱、成功、关系，努力不让别人失望，努力让人生看起来应该要的样子。但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一种说不出口的疲惫，你会开始怀疑，这一切真的有比较靠近你想要的生活吗？还是你只是在一条名为努力的跑步机上，不断地跑，不断地追，却总觉得怎么跑都跑不到终点。我们被教育要努力，却很少有人问我们，你努力的方向是你真的渴望的吗？你用来换取成果的代价，是不是在牺牲你自己？你认为的成功，是你灵魂的语言，还是别人灌输的脚本？不是努力错了，而是当努力是出于恐惧、不安，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时，那种努力只会让你越跑越远，离自己的中心越来越模糊。你可能成功了，但没有感觉幸福；你可能得到掌声，但却失去了内在的宁静；你可能拥有很多，但还是觉得自己不够。那不是因为你不值得拥有，而是你用错了方式去靠近自己想要的频率。真正对齐的努力，不是从我不够好出发，而是从我值得，我愿意爱我自己开始。当你从匮乏中努力，你会越努力越空虚，因为你以为要做更多才值得被爱。但当你从饱满中努力，你的行动会是轻盈的、真诚的、有生命力的，因为你知道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你也已经有价值。那才是显化的源头。请你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现在这么努力，是因为我爱这件事，还是因为我怕不做就被遗弃？我真的想要这个目标，还是我只是想证明我可以？我这么用力，真的靠近了我灵魂的渴望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迷失不是因为我们懒，而是我们太努力，努力在错的方向，努力维持一个不再适合的身份，努力扮演一个早就让自己疲惫的角色。你有权利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坚持，而是你值得用更爱自己的方式前进。愿你明白，真正有力量的努力，是源自于你对自己的深度信任，是来自于你知道自己值得美好，而不是你必须拼命证明自己才配的。宇宙会因为你对齐了自己，而为你打开那些你从没想过的门。你不需要更努力，你需要的是更真实地对准你的渴望，更勇敢地停止那些让你迷失的坚持。你的生命值得的是爱的方向，而不是恐惧驱动下的耗尽。真正的显化，是你终于敢说我需要，不是你写下了多少愿望，也不是你对宇宙喊了多少次我想要什么，而是当你终于放下防卫，放下独撑的习惯，放下那句我自己来就好，你才开始真的对齐了渴望的频率。你说不出口的那句我需要，也许藏了好多年，藏在你总是帮别人却不敢开口求助的身体里，藏在你习惯坚强总说没事的笑容后，藏在你明明想靠近却装作不在意的冷静里。因为你曾经说过我需要，但没人回应你，
你曾经表达过脆弱，却被认为是麻烦。你曾经敞开自己，却只换来失望。所以你学会了关起心门，学会了靠自己，学会了不再把渴望交出去，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，但也同时把自己与显化真正的力量隔绝开来。显化从来不是一场孤独的战役，它是一段你与宇宙之间的亲密合作，而这份合作需要你承认，我是一个人，我有渴望，我有需要，我值得被支持。你越是愿意打开自己，承认我想被爱，我想要被看见，我想要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，你就越是把频率调到与愿望一致的位置。因为宇宙不是根据你喊得多大声来给你东西，它是根据你允许多少来流动。你不敢承认的那一部分，就是你还没允许自己拥有的那一部分。真正的显化不是努力吸引什么，而是放下阻挡那股流进来的能量。而你越敢说我需要，你就越是在告诉宇宙，我已经准备好接收了。我不再用防卫包住爱，我不再用控制抵挡流动，我不再用我不需要假装我可以一个人完成所有事。你不需要独自坚强才能证明价值，你不需要压抑需求才能换来安全感，你不需要假装没事才能被爱。请你允许自己柔软，允许自己承认，你是一个会渴望、会期待、会想被拥抱的灵魂，而这份真诚，才是你真正吸引一切爱与丰盛的起点。我需要这3个字，不是脆弱，是显化的入口，是你终于让宇宙有机会靠近你，给予你，回应你。因为在你愿意承认自己需要的那一刻，你也开始相信，你值得拥有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